嗨，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大年初一的凌晨12点，在这边祝大家蛇来运转，恭喜发财。今天呢，我为了准备这次过年，准备了一大堆年货，然后这些键盘呢都是我在网络上二手收来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在新的一年呢，你可以试着去买二手键盘。就让我们来进入最令人兴奋的部分，来让我们开箱这3把键盘吧 ，Go Go！嗨，各位好，我是年终奖金都拿去买键盘的 Joe，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说到为什么我选择购买二手键盘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价格的便宜，特别是每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很多键盘玩家在一年当中陆续购买了非常多键盘，然后到过年大扫除的时候才发现买了太多的键盘，这时候呢就会很多人选择便宜出清，而且在这时候呢，大家纷纷拿到年终奖金，并不是这么的缺钱，常常呢你可以以一个相当不可思议的价格入手一些之前价格比较高的键盘。首先，让我们来介绍我这次入手的第一把键盘，就是来自于Kertron Keychron 的 Q2。这把的 Q2 呢是一把全铝合金单模成品键盘。我记得啊，这把键盘刚出来的时候要4000多块，但是2年过去了，我刚刚看台湾官网的价格是3800块钱，我在网络上收来的二手价格是1800块，原价3800算下来大概打了4.5折，并且这把键盘还有超过半年以上的保固。这个键盘的状况相当不错，表面并没有战损，整个盒装配件说明书都非常完整，1800块买到这样成品键盘，我是觉得非常的划算。再来下一把是来自 Glorious 的 GMMK Pro， 这是一把单模的全铝合金套件，它上市的时间呢，大概已经接近3年多前的事情了，真的是有点历史的键盘。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当初推出的售价是将近台币6000块钱，真的是蛮贵的。一般情况下，我真的是没有勇气下手。这个套件我的入手价是1500块台币。Sorry， 不小心掉了，并且买套件还附了一整组的灰木 V4， 这边带了80颗，换算现在市价的话，大概只300块钱，所以可以这么说，这把套件只花了我1200块钱，跟当初售价比起来，可以说是打了2折。虽然说这把键盘推出有点久，表面也有使用的痕迹，但是上个卖家呢也非常爱惜这把键盘，基本上是没有战损的情况。以2折的价钱买到这把键盘，我是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再来下一把呢是来自于手里键彩杖80，手里键其实是阿米洛的子品牌，阿米洛做键盘自然不会太差，但是销量非常惨淡，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意外。这把键盘当初推出的售价是800多块人民币，折台币将近4000块，但是呢，当时一个双模的全塑胶键盘，这个价格呢，其实自然是很难卖出去。不管是双11还是618，它的价格呢常来到半价骨折的价格。然后在台湾去年底呢也推出了半价的活动，我看了一下上个卖家的发票，他当时买的价格是1890。但是呢，我又在二手买过来，最后入手价格是1200块，所以说这是打了几折？我算一下，1200除以3800，打了3.1折。这3把键盘的保存状态都非常的不错，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甚至觉得我还赚了。好，现在我们节目继续进行下去，所以我决定先把这把 Glorious GMMK Pro 先组起来，然后我这次要使用的是这个凯华的黑马轴。之所以选择它呢，就是因为它颜色是黑色跟橘色，跟它这把键盘的包装配色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把这把套件组起来吧。这个声音，这个手感，不愧是3年前的键盘，真的非常的复古。现在很多玩键盘的人都追求那种无眠的声音，但是我要说的是，以前键盘就是天然的无眠，比较少那种 Gasky 啊、单键开槽那些结构，纯粹就是这种轴体键帽跟定位板的声音。搭配这套太好的 ABS 键帽，这套的名字应该是叫今晚打老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么奇怪的名字。这2组呢都是我同时二手收来的，虽然说是二手，但这2套都完全没有使用过。太好 ABS 键帽全线价格一套大概是800块台币，但是这2套呢我各花250块就入手了，真的又是爽赚了一波。接下来说到为什么我买二手键盘的第2个理由，就是因为早期的这类键盘，不管是用料还是做工，都比时下卷王键盘好了太多。
这就像是我跟梁朝伟本质上都是男人，但是在观感上都有天和地的差距。键盘材质也有好与坏的差别。这把 Keychron 的 Q2， 整个键盘拿到手上就是非常沉，表面阳极的话看上去就是非常细腻，摸起来非常舒服。外壳切割的倒角呢都做得非常清晰，隐隐约约透露出一点高级的感觉。就连键帽也是一样道理。身为键盘艺术家的阿米洛推出了这把财障80，这个2色成型的 ABS 键帽，不管是在观感还是质感上，绝对是量产键盘天花板。之前他们家有单卖这个键帽，好像至少也要700-800块台币。这个图案设计以及字符的清晰程度，以及这个顺滑细腻的手感，真的是让人感受到1分钱1分货。所以说，以前键盘贵有贵的道理，虽然也因为这样性价比就显得没有那么高。由于这把 Keychron Q2 呢，我买的是成品，而且它搭的是这个我比较不喜欢的轻轴，加上它这个原装的键帽呢，我觉得品质手感呢都比较廉价一点，所以今天我就稍微来改造它，用的就是这套太好的 ABS 英国蓝，搭配这个提前大段落轴妖精轴，让我来小小为它升级一番吧 ，Go Go！好，经过改造之后呢，这把 Q2 呢简直焕然一新，特别是这个外形，配上本身还不错阳极氧化的质感，搭配这 ABS 的键帽，看上去真的十分的客制化。这也要说明为什么我买二手旧键盘的第3个理由，独到的外形以及设计。之前 Q 系列其实我也买过，当时觉得这个外形真的太素了，没什么特色。但是经过这几年键盘的发展以及内卷，我发现没有其他厂商做出跟它一样外形的键盘，这个干净利落的外形反而成为它的特色。在这几何设计之间，实现出这把键盘独特的个人风格。这把 GMMK Pro 其实也是一样的。之前我觉得外形真的平平无奇，但是直至现在，这个看起来像是苹果电脑的设计，还真的是没有几个厂商可以做出类似的质感以及风格。即使这把键盘推出的时候被大家抱怨它真的太贵了，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个设计呢还是十分独树一帜。更别说这把设计已经风格非常强烈的手里键财藏，这个阶梯状上盖天包地的结构，配上这2颗外形非常独特的旋钮，以及这2个指示灯，极具有辨识度。键盘整体以及键帽颜色搭配，整体看上去非常的复古，但又更显得额外精致，真的没有愧对阿米洛键盘艺术家的名号。只是这个设计，我觉得稍微前卫了一点。我想这就是这把键盘卖的不太好的原因，真的是太有特色了一点。并且这把手里键财藏，它搭配的是阿米洛自行研发的静电容轴，跟一般机械轴以及静电容轴都不太一样，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手感。所以就让我们听听看它的打筋，来稍微感受一下它的声音跟手感。好，以上就是这次我年节准备的3把二手键盘。经过组装跟改造之后，我对这3把键盘真的都非常满意。这3把键盘的二手价格真的都非常的甜，加上我使用的额外2组太好键帽以及轴体，加起来还不到台币5000块钱。不管在品质、用料跟做工上，都非现在时下性价比键盘可以比拟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不管在外形设计以及使用体验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各有各的特色以及风格。俗话说得好，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对我而言，这样键盘才有收藏的价值。曾经我追求的是那种 Hi-Fi 的麻将音，但是到后来呢，每一把卷王键盘出来的声音手感都一模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非常腻以及非常无趣。但是当我回头看这些看似被时代所遗忘的键盘，所带来的体验反而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才是我玩键盘所追求的。就是在一个大公司上班的时候，使用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独一无二的键盘，是我在忙碌生活中找到那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特性。所以大家不妨也可以尝试看这些比较有点过时的二手键盘。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有个全新的开始。我是2025年依然在寻求突破自己的Joe，我们下部键盘影片再见喽，拜拜。